巴山楚水凄凉地，该睡觉了，老 baby。恭喜你又刷到1级解压助眠的荒野建造。今天这个男人有点离谱，打野连续被抓到怀疑人生，于是决定逃离峡谷，跑到一个没人反野的地方好好发育一晚。走着走着，泽拉斯发现几棵大树旁边有一处土坡，上面有草皮遮挡，旁边有树根支撑，下面还天然凹进去一块空间。这哪是普通山坡啊，分明就是大自然提前交付的隐藏毛坯房。里面虽然不算宽敞，但胜在隐蔽，只要稍微修整一下，今晚绝对能睡得很踏实。他先把洞口的杂草清理干净，再用铲子把里面松散的泥土一点点挖出来。这一步看着像在刨土，其实是在给自己的小屋扩容。原本只能蹲进去的空间，随着一铲一铲的清理，慢慢变得能坐能躺。遇到延伸出来的树根，泽拉斯没有硬来，而是用锯子顺着墙面把它们修平即可。毕竟这是大自然的原装承重结构，内部清理好之后，新的问题又来了。洞口太敞亮的话，冷风想进就进，一点都不把自己当外人。所以泽拉斯去附近找来倒下的树熊，把粗一点的木头锯成合适长度，削尖脑袋后插在洞口两侧，先搭建出门洞的支撑框架，再把细一点的木棍一根根编排上去。原本随意的土洞终于有了门框和墙面。框架搭好后，他又用塑料膜制作出全景天窗，这样白天可以给屋里布光，晚上还能仰望艾欧尼亚的星空，看起来多少有点野区观景房的意思。完事后铺上一层防水布，这就是小屋的雨衣。有了它，森林里的潮气才不能随便进屋串门。接着泽拉斯到河边收集了许多圆润的鹅卵石，再抹上自制混凝土，沿着内墙一圈一圈贴上去，土洞瞬间就有了精装房的味道。墙面处理完就该安排壁炉了，毕竟森林里的夜晚非常寒冷。泽拉斯先在内墙的位置开凿出壁炉区域，再用树枝搭出基础框架，接着把石头和粘土一层层垒上去。最后再从外面把烟囱打通，这样火烧起来的时候，热量能留在屋里，烟也能顺着烟道往外走。毕竟火可以暖身，但烟要是留在屋里，那就不是助眠，是强制下线。壁炉搭好之后，这间小屋的灵魂才算是正式上线。可门口还差最后一步，泽拉斯找来柔韧的木条，按照门口的宽度弯出骨架，再用麻绳把木条一根根绑好，一扇简易门板就做好了。装到洞口试了试，刚好能把入口挡住。不过防水防风只是基础，隐藏才是这间小屋真正的灵魂。泽拉斯又薅来大片苔藓，慢慢盖到屋顶上。这些平时趴在地上默默无闻的苔藓，今天直接升级成森林滤镜。等屋顶全部盖好，这间小屋几乎和土坡融为一体，隐私感和安全感同时到账。不仔细看，根本发现不了这里是泽拉斯的临时据点。随着天色慢慢暗下来，泽拉斯终于点燃壁炉。火苗一开始还很克制，没过一会儿就噼里啪啦的旺了起来。鹅卵石墙被火光照得发亮，屋里也慢慢暖和起来。外面是湿冷的埃欧尼亚野区，里面是火光和土墙围出来的小窝。这一刻，峡谷里的打野已经不重要了，能把自己烤暖才是正事。忙活了一整天，泽拉斯的肚子也开始抗议。他架起小锅，把肉饼放上去慢慢煎，油脂滋啦一响，刚才还安静的小屋立刻有了烟火气。再切点蔬菜，配上面包，一份荒野版汉堡格就安排明白了。这顿饭不算豪华，但在自己亲手挖出来的小屋里，味道直接自动拉满。吃饱喝足后，泽拉斯靠着温暖的火堆坐下来，外面的寒风吹不进来，峡谷里的抓人节奏也追不到这里。这间藏在土坡里的小屋虽然不大，但却非常的温馨祥和。在温暖壁炉噼啪声的陪伴下，泽拉斯终于卸下一天的疲惫，在这间森林隐藏庇护所里，舒舒服服地进入了梦乡。